星解读赵丽颖，当红演员主演农村题材，烟火气成就爆款，幸福到万家收官。近1个月，在网台端不断创造佳绩，在社交平台掀起热议浪潮。基于浓郁乡土底色的基调，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艺术加工方式，为农村题材剧打开了新的想象空间。该剧被打上精品标签，除了主创的匠心雕琢，身为女主角的赵丽颖也功不可没。剧中衣着朴素、性格朴实的何幸福，令人眼前一亮，让人看到了赵丽颖与烟火气融合后焕然一新的演员面貌。偏向生活流的表演方式，展现了她潜力巨大的可塑性。一位当红女演员首演农村题材，却做到了高兼容度且好评如潮。这对赵丽颖而言，是一次成功的探索，再次印证并强化了她的国民度、抗拒能力和演技口碑。不给自己设限，赵丽颖的表演道路正越走越开阔。01现实主义落地，农村剧引爆网台。开播前，幸福到万家就出炉爆款前置，在德塔文代播剧景气指数月榜长期位列高位，独播平台优酷站内预约量高达388万，是2018年来优酷电视剧预约数 TOP1， 打破平台纪录。开播后走势更锐不可当，5天优酷站内热度突破1万，是优酷破万最快的剧集。在电视台端，该剧收视率也节节攀升，东方卫视、北京卫视双台收视率均破1%。与热度、收视率齐飞的还有口碑。幸福到万家在豆瓣获15万人参与打分，并给出了评分7.3的优秀评价。由于营造的沉浸式观剧氛围，该剧激发了观众的旺盛表达欲，在社交平台和短视频平台因自来水发酵，引发追剧狂欢。电视剧《幸福到万家》微博超话阅读量高达13亿加，并喜提《幸福到万家》上头，婚闹被拍成剧了。赵丽颖说吃完苦剩下的都是福等多个热搜，并以7563.1万的热度登顶抖音剧集榜，成为抖音首部热度突破7500万加的剧集。实际上，该剧早在2020年6月就入选了广电总局100部重点项目，半年后又入选广电总局的重点扶持项目。官方背书，足见被寄予的厚望。如今剧作收官，交出的优异成绩不负众望，人物立体饱满，剧情接地气，升华了乡村振兴要物质生活水平与精神文明建设两手抓的利益，是幸福到万家的成功法门。该剧故事背景设置在2009年，这个时间节点利于进一步放大农耕文明与现代文明的碰撞，拓宽了以往农村题材剧拘泥于物质脱贫的视角，其升华的利益在万家庄村民思想由封闭转向开放和依法治理农村乱象等方面得到体现，让农村剧散发新气象的同时，传递了富有与时俱进思辨性的主流价值观。该剧描摹的人物群像也具有多面性，并非绝对的善恶脸谱化，而是通过一系列具有乡土特色的事件折射人性幽微，给观众以启迪。融入的社会话题严肃性与普适性兼具，生发于现实土壤的尖锐肌理增添了戏剧张力，还原了现实主义的温度。这种贴近人民、贴近生活的影像表达，既是正是导演郑晓龙贯彻的用现实主义态度拍现实题材的创作理念。也如该剧总监制谢颖所言，这部剧不仅仅适合幸福的女性成长史，也是一个家庭的成长，一个村庄的成长，能够看到时代的变迁。02戏内外共情，演员与角色相互成就。剧里何幸福是乡土中国走向现代化中国的领路人，质变的过程注定坎坷，但她时刻闪耀做自己的独立女性光芒，这对一个尽管品学兼优却只有初中文凭的农村女性而言很难得。何幸福有2个显著的成长触发点，一是状告万书记，
被村里人排挤，不得不随丈夫进城务工；二是因为婚姻危机，从方圆律所辞职，有了新目标，返乡创业开客栈。由此勾勒出人物清晰的成长线，每个阶段和幸福的心境和外在状态都有区别。他要对不同的外界环境刺激给予对应的应激反应，可又不能脱离人物底色而造成割裂。如何在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之间平衡，是这个角色给赵丽颖提出的表演难题。幸福跟万书记因婚闹和土地纠纷发生争执，丝毫没有因为双方身份悬殊而局促不安，因深信自己有道理，他底气十足。他不莽撞，也不咄咄逼人。赵丽颖表现出了和幸福义正辞严，道出自己想法，希望换来公平答案的精神诉求。幸福进城务工被客户冤枉，碰巧遇到关涛，他下意识跑开，抬头睁大眼睛，努力止住眼泪。被无故辞退的委屈和偶遇熟人的尴尬，瞬间复杂情感交织的分寸感，赵丽颖拿捏到位。进城许久，终于见到孩子，幸福拉着小豆子的手，倾诉成漂生活的想法。随着那句妈妈一定使劲活，好好活，赵丽颖面带微笑的脸上滑落一滴泪，将母亲的温柔、不舍与坚韧刻画得入木三分。觉得跟不上幸福进步的脚步，庆来提出离婚。再三思量后，幸福向丈夫坦言，称自己不是贪图清闲的人。赵丽颖表情真挚说出那番肺腑之言，让观众感受到了这位农村女性的豁达胸襟与大格局。回乡开客栈，生意越做越红火，幸福建议成立万家庄旅游合作社来提高村民收入，并被大家推选为社长。用朴实的寥寥几句表明齐心协力搞创收的决心。赵丽颖演出了幸福肩负乡村振兴更大责任的稳重成熟。根据德塔文监测到的和幸福角色舆情热词，女性离婚、现实、城乡差距、价值观、传统与进步、事业创业、正能量，是大众热议的高频词汇，说明赵丽颖基于对角色的深刻理解和与角色的契合度，将人物塑造得栩栩如生，受到了观众认可。不少网友对赵丽颖第一次演这种现实题材感到很惊喜，甚至完全改观，认为她很自然地诠释出和幸福的那股劲，让人看剧时会跟着角色一起哭一起笑，台词功底也有了肉眼可见的进步。好评不止来自观众，幸福到万家的导演郑晓龙同样对赵丽颖这次形神兼备的表演赞不绝口。其实早在15年前，两人曾在电视剧《金婚》里首度合作。从彼时的小配角到如今的女主角，郑晓龙见证了赵丽颖的成长。他说，赵丽颖是用真情实感演她理解的人物，将自己的生命体验用表演转化为角色的经历。正是看中了赵丽颖跟和幸福成长环境相似，骨子里又都很倔强，有股蓬勃生命力的共性，郑晓龙坚信赵丽颖是不二人选。该剧编剧赵东玲也给出了很高的评价，在他看来，赵丽颖演出了新时代女性的气质，而且很了不起，不避讳出身农村，愿意重拾初心，演一个农村女孩，勇气可嘉。赵东玲希望《幸福到万家》能让赵丽颖在现实主义的创作上有更大作为。随着剧作落幕，答案揭晓，赵丽颖用亮眼成绩单回馈了所有合作伙伴，证明了自己。回溯这段表演历程，能看到赵丽颖对角色的抽丝剥茧，精准把握住和幸福的精神内核，用归零心态贴近人物，使其由内而外散发出烟火气。几乎每场戏，赵丽颖都经历了感性投入与理性思量反复交织的过程，最终用生活流的生动表演勾勒出向阳而生的独立女性轮廓。一些画龙点睛的即兴发挥，更印证了她对角色的透彻钻研。赵丽颖再次成功解锁表演版图的空白区，完成挑战。03高国民度抗拒，探索中迸发生命力。
幸福到万家高开高走，是台前幕后强联合的必然结果。据德塔文景气指数显示，该剧播出第3天翻了近2倍，多次破2，直至收官长期霸榜冠军，成为热门社交货币。开播前至剧播前几天，赵丽颖饰演的和幸福角色贡献度始终高达50%以上。虽然开播后，随着剧情推动和更多人物登场，其他角色的讨论度占比略有提升，但和幸福仍一直是角色贡献度第一。遥遥领先的数据说明赵丽颖是该剧当之无愧的吸睛杀手锏，也体现了她因拥有高国民度、好观众缘、大陆人盘而锻造的强扛剧能力。值得一提的是，农村剧囿于题材，向来较为窄众，但作为主演的赵丽颖却成功带动该剧种的大热，打破了原生的受众壁垒。重点是，国剧已进入分众时代，而它统一了各年龄层受众的审美，助力农村题材走向泛众。据德塔文监测的受众画像，该剧拥趸以18比23岁、24至30岁、31至40岁3个年龄段女性为主，打破了农村剧只有老年人观看的刻板印象。因赵丽颖塑造的具有新时代女性特征的和幸福，让年轻观众产生代入感，使农村题材走入主流受众年轻人的审美范围。在受众城市分布上，幸福到万家吸引了新1线、3线及以下城市人群的较高关注，说明在剧集题材与受众地域性匹配的前提下，赵丽颖用接地气的表演助推剧作攻占下沉市场。首次涉猎农村剧，赵丽颖打了场漂亮仗。幸福到万家之否，谁是凶手？新作与凤航野蛮生长，爆款经典角色，转型挑战，演技惊艳，甜美温柔，新时代女性成熟强大，出道16年努力，这些围绕她的舆情热词，某种程度上既是对迄今表演生涯的复盘与高光回顾，也提炼出了赵丽颖的核心竞争力。踏入演艺圈至今，她选择以演员的名义深耕表演，用一部部作品搭建成长阶梯，不断打怪升级，向更高目标迈进。而接连不断的《陆贞传奇》《花千骨》《楚乔传之否》以及刚收官的《幸福到万家》等爆款代表作，诸多充满女子力的经典角色和外界给予的收视女王称号，在验证其市场号召力之余，也为她转向实力派写下注脚。更重要的是，赵丽颖从未因取得的成绩而自满，反而以此鞭策自己，更积极地去探索题材多元化的作品和承载着女性表达的各类角色。幸福到万家，悬疑剧《谁是凶手》与待播的都市商战剧《野蛮生长》，映射出她追求更高表演境界的信念。逐渐拓宽表演边界，赵丽颖的演技在一次次锤炼中得以精进，夯实了演员的好口碑。不仅对表演勇于突破，她还将挑战的触角由台前延伸到幕后。在拍古装剧《与凤航》，赵丽颖解锁新身份，首次担任监制，将注入怎样的女性力量，值得期待。赵丽颖的每次表演几乎都是一段全新的创作旅程。塑造好每个角色，演好每部作品，或许过程艰辛，但每闯一道关卡对演员都是一次修炼与提升。而量变引发质变，正如赵丽颖行至今天的表演轨迹光鲜，并非一蹴而就，而是日以继夜努力付出换来的回报。她的每次荧屏亮相，总能带给人惊喜。在演员与自我两个身份间切换，成为赵丽颖迭代新面貌的驱动力，也让她离优秀演员的终极目标更近了一步。